欢迎再回到节目最后一节的讨论呢，我们要来聊聊现在中共高层内部一些反贪腐的风暴，可以说风刮的是越来越强烈了，特别是在军工体系的一个人事地震，是扫除路障呢，还是伤筋动骨呢？我们待会来展开。好，这几天的最新判决是解放军前后2任的国防部长，一位是从2018年做到2023年的魏凤和，还有他的接任者，但是2023年上半年才做一半就被查的李尚福，这2个人最新的判决出来了，因为有收贿跟行贿罪呢，一审判处死刑，缓刑2年来执行，而且不得这个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减刑跟假释。好，另外就是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这个解放军主力战机的制造商的前董事长，这位谭瑞松，他也因为贪污受贿呢被判了死缓。所以从解放军高层到这个跟解放军密切合作的民间工业企业，也都是有高官落马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常说过去中国的反贪风格是拍苍蝇然后打老虎，但是这一波肃清我们看到是去大力的用力的办理这一些过去是国之器重的军方高层也好，还是民营的掌门人也好，这样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强烈。那我想问一下张将军你认为这一波的肃清是为军工体系排毒成功了呢，还是说解放军内部真的已经是有太多的问题了，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必要边缘，不然就岌岌可危？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共产党的文化，因为中共的国家体制，它强调的是以党领政、以党领军，所以党是非常重要。但是以党领政跟你讲，就会形成一个政治文化，形成一个特色，就是行政裁量权非常大。我这个案子标案要给谁，由我做决定，这就是我行政裁量权。那你给我好处，你拿了5亿人民币给我，好，那这给你嘛，因为你2个差不多，旗鼓相当，但是决定权在我。你这个差一点点，那我给你。那我的5亿就进账，因为每一个人按照共党的领导体7上8下，67岁可以继续连任，要是68岁就要退伍了，是7上8下，很清楚。那个现在我很风光，我下了之后，我本来是官盖满京华，现在变成私人独憔悴啊，每一个人都有下岗的一天啊，那是不是我现在多存点粮？行政裁量权就产生了利益的纠葛，就出来了。那现在不打贪打腐，我认为他现在把这个不管是李尚福也好，魏凤和也好，他们死缓2年，对，这是最高的。对啊。那我认为他们考量到3个，第一个先树威立威，因为我要反贪反腐，你们要对我效忠。现在谁不乖，我就跟你打。每一个人都有大贪跟小贪的问题，谁吃烧饼不掉芝麻的，掉芝麻更多更少而已，对不对？我就抓大的，你要稍微跟我，那就直接查一查就知道了嘛。谁没有犯过锅？是不是？政治文化就是这个样。好，那就抓出来，抓大的。所以大的变成洞见观瞻，你这个打小的抓一个营长，报纸会给你报吗？产生的媒体效应会那么大吗？不是，就要大为。所以这是树威。第二个损管，不得不做损管。为什么？因为你再不做这个方面，这个打贪打腐的话，上行下效。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的5亿，我是不是要偷工减料？我的这武器装备，我是不是哪边要跟你，对不对？我规格跟你降规，反正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也有责任。当初是你排版定案让我得标啊，绑在一起了，对，共同当然那这样好了，过了过。但是问题是战力下降，你的战机能不能飞到这么大的速度？能不能做那么大的筹载？你的军舰有没有那么大的吨位？你的飞弹有没有更高的精准度？这个就我们知道，1分钱1分货。是，所以我要损管，这损害管制。第3个止血，我不办，那将来的时候。没有前车可鉴，那你后面怎么去办？我先办大的，下面的我们知道，你办大的，下面的人我们这个就会产生一个警示作用，叫杀一惩一儆百啊，杀鸡儆猴。对，流血不过5步，为什么？因为你够大，大家都怕了，大的都敢办，小的敢不办吗？小的马上就瑟瑟发抖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从立威到损害管制，一直到止血，它是有考量的，因为这跟共党统治的政治文化，以党领政跟以党领军，你还不得不会有这些现象，你还不得不做这些相应的处置。了解。好，这个继续办、继续肃清的过程中，大家要留意一个数字3万元人民币，这是当前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跟公职人员这个贪腐同罪同罚、吃回扣、判门槛的一个金额，而且呢，
如果你以为把这个钱换成加密货币查不到金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要走区块链、走海外没事吗？不好意思，天网2026这个行动呢，会让你无所遁形哦。而这一次这个打贪有一个厉害之处哦，就是把跨境跟数字化这两把利剑合二为一。就在前2天，这个重庆市的前市长胡恒华，他就是因为收贿啊，收什么虚拟货币泰达币啊，就被抓了。所以过去哦，这些权贵阶级他们用了很多年的这个区块链、虚拟货币都转到海外，然后一些很多东西，这条路哦已经开始慢慢被封死了。而且从民营企业到公职人员这样的无差别逮级嘛，反正你收贿3万，不好意思，你就是有罪。岳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会让中国大陆的从小的公务员到民营企业高管也好啊，未来我们参叙不敢吃太好，茅台少开几坛啊，怕这个开太多就是有问题，会不会有点矫枉过正？我带来最新的消息，3万人民币就是我们张将军刚刚讲的那个芝麻了，就是芝麻。吃烧饼会掉一点芝麻，你不能掉超过3万颗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我首先第一个从理论来讲啊。就没有人想到这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们会取得政权。一旦取得政权，这个权是权力，也是 power。拥有 power 的人啊，刚刚做的决定啊，那各式各样的怪事啊，他自己可能很穷，他可能饿过肚子，但是他发觉他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让自己几代都富得不得了的时候，在这个分配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非分之想。这个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整个贪腐会形成一个文化。你就讲的这么大的军人，大家知道大陆的军人的地位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对大陆有点了解，像是大陆特别喜欢，我们名嘴当中有退将，那不得了啊，下教，对不对？那像大学教授没用，听话的这是第一个，大家要了解贪腐变文化，叫连根拔起这个文化。像这个魏凤和、李尚福他们都是在香格里拉论坛里面出现过的人物啊，那都是国际性的人，他现在被抓了。我觉得有这个勇气，就是要。确实要克服我也有在大陆认得一些监法文人，他们基本上是嫉恶如仇了，这是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个好现象。然后第二个好现象，就说句良心话哈，你中午吃饭喝茅台，你这不要命了吗？我们现在也60多岁了，对不对？那个美国的话，这个情况下，我说句良心话，中午吃饭我只要温开水呀。对不对？我们现在一般来讲的话，不是那个，那就粗茶淡饭了，也不一定粗茶淡饭了。大陆好吃的东西多得很对不对？不一定要养生就是在一定我不要忘了掉芝麻，那个芝麻还有些芝麻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其实都非常好然后另外的话，第3点，因为我们山东人喜欢考编制。你懂我什么叫考编制？喜欢当公务员了我跟你讲现在当公务员的人首先第一个，因为看到这么大的官被抓起来就不敢贪。对了。然后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就是了解到自己的情况下，就是不能贪。自己会告诉自己，我现在拥有这个权利不是来自于我不能够做出这种非分的决定有任何决定的话呢，就是要让大家公开透明也是非常好。这个风气当中的话呢，我自己遇到了很多年纪比我轻10岁的公务员，他们跟我沟通的观念的话呢，都会强调自己的话做不到事情，你问他们问事情的时候，就是包含为台商做事情，他们都不能够非分，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然后第3个的话呢，大陆越来越好，不想贪，因为你原来你把钱放到美国，回来去到美国做寓工养老什么的，买几个房子，这种梦完全不行了。在美国斩杀线，你年纪大了刚好被斩杀掉，那还得了？所以说你拿到钱都没有用跑不掉了。像我们到这个年龄的话呢，只想过好日子那不想再过那种辛辛苦苦的流亡日子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整体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好，所以岳老师认为这个3万块这个紧箍咒其实是好事一件，反正还会掉一些芝麻嘛，大家不要这捡太多，非分之想就好了。好，我们就来看呢，就连猜下一个落马高官这件事情都可以拿来当赌注，这么魔幻的事情就发生在预测平台 Polymarket 上面。前段时间我们都见证了，真的是握有内线消息的人哇，这吃香喝辣，靠着赌什么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会不会被抓，还有美伊中东战争军事行动发动的这个时机点，可以说你有内线消息，你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如今呢，这股反腐风暴也吹进到了这个线上博弈的盘口，他们列了一连串名单显示下一个落马的中共高官可能会是谁。当然，这个名次跟赔率会因为整个国际局势风吹草动而随时有变化。但是我们看到，在上面上现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跟国防部长董军这2位人是被网友认为最有可能在年底出事的人。当然，这只是网络上的一个预测，我们要讲。
这只是一个预测，不代表被列的人呢都有犯罪的事实，好不好？但是请教议员，你认为这盘口会这么开，是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还是网友在胡搞瞎搞？这个先说，我们当然不鼓励任何的赌博啊，但是呢，像 Polymarket 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台湾朋友能够购买的话，或者如果你觉得在台湾的股市，因为现在是台湾的股市成长太快了，尤其这2年 AI 太强大了。那以前呢，就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在 Polymarket 至少有一个项目，你可以稳定每年获利15%。那什么呢？就每年都会有人开预测，那两岸今年会不会开战跟统一？是。好吧，所以你只要年初下去买，然后年底平安无事没打仗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稳稳的获利15%。虽然我开头告诉大家不鼓励赌博，结果我马上就分享了一个资讯啊，但如果有这个风险，对吧？这个它可以当做一个指标啦，因为是一个蛮特别的机制啊，有赚有赔啊，我们这边不鼓励。那我们就认真来看，这个为什么他会分析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本身的逻辑是说，大家如果有内幕消息的啦，对吧？然后他就透过下注，然后来获利。那过去很多次都灵验，但是呢，现在大家之所以要去压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其实是针对国防部长这个职位。因为有2个前车之鉴了，对，因为已经连续嘛，就是连续命运的一种惯性思维。对，所以我觉得，与其是说对于犯罪事实的预判啊，什么已经有人掌握到董军的内幕啊，不如说是对当前解放军内部的一个清洗也好，或者说这个打贪这样的一种投射。就是如果要继续打贪，如果要继续打击腐败，那谁比较可能会被打掉？所以才选了董军啊，因为前面也被打掉，没错。所以这样的一个投射，倒不是说目前可能已经有人有具体的实证，董军怎么样。那这更多只是反映说海外对于解放军内部的一种博弈，然后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说预测市场会放大这一种不确定性。所以 Polymarket 虽然它能够捕捉到某一些的流言，但是当然它也很容易会被操弄嘛。所以在这一种的这个整个情报战之中，那我们多数人往往都是瞎子摸象，谁能够知道这个解放军里面内部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像前面的魏凤和啊，跟李尚福啊。